今天来吃塔贝洛克大阪第二的拉面，看看味道如何。当时店里有音乐，我就把声音关了，不然有版权问题。店员还是很友好的，全程都允许拍摄。所以今天我就只能高情商一点了，别人也挺友好的。我第一次吃到排名高的高分浓汤系拉面，肯定第一时间要来试试。但我感觉可能是评论区的兄弟说的，塔贝洛克也能充值。我第一次遇到拉面店不排队分那么高的，一般3.7分以上都要排队的。我看到这个宣传图，感觉凉了一半，方便面都出的连锁店，这个好像是。这家店已经是连续8年塔贝洛克拉面前100了，那么稳的成绩。我点的是超浓鸡汤拉面，下面是加了4片叉烧。这名字也是叫的厉害，殿堂店，语文真的好。就这个还是我说的问题，大锅先煮好，换小锅加热，这种操作基本就没啥鲜味了。也有可能是这些汤如果不跑量，一直烧开的状态会烧干了吧。下次去衣柜和胖子面看下，他们是怎么做到汤保温的。亏阳那个牛肉粉太能跑量了，也拍到大锅一直是开着的状态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就这个店好像没煮碗，碗的材质是对的，但我吃的时候一点都不够烫。日本的平均水平肯定是煮碗的，至少碗也要靠着下面附近加温。这个店确实有点随意，直接从上面拿碗下来。上海头部那几个店都不会这样操作的，人家毕竟比较友好，我还是不能往重了去说。至少是明火加热，比电磁炉的还是好很多。我感觉这个店估计也很快在上海开分店了吧。先说个结论，我个人感觉比依兰好吃一点，大众接受度肯定没依兰好。依兰会比这个浓度、汤的口感之类的适合中国人，只是依兰肯定是勾兑的。这个是不是勾兑的，我后面边吃边说吧。感觉很多人还是带滤镜看日本，像这个店的环境是有点包浆的感觉。我再说个结论，豚骨拉面我没吃过比上海豚人好的，干净细腻，汤头虽然浓，但是清爽干净，没那种脏脏的感觉，叉烧也挺好吃的。感觉日本这些豚骨拉面店都有点包浆。以前我还没拍视频，就吃过二郎拉面三田本店，还有池袋那几个豚骨拉面，比豚人都差得远。主要豚人是他一个人全程制作，还有助手帮忙搞卫生。可能因为是店里就他一个日本人当主厨，大家都捧着他，给他卖力干卫生。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我去过的所有日本豚骨拉面，卫生都不行，清汤系的行。有些豚骨拉面店还有臭臭的味道，所以豚人在这方面就完胜了。卫生会影响它汤的细腻度，会影响汤散发出来清香的味道。我是真的推荐大家去上海吃豚人的面，口淡的就叫它不要太咸，就是正常的味道了。它是用拉面酱调整盐度，少放点就不咸了。当然如果你吃不惯浓汤系的拉面就不要去。我是属于只要做得好都吃得惯的，我如果吃不惯的就是拐弯说难吃。也有一小部分食品是真吃不惯，凡事都不说死，不说100%。面终于来了，那听我来评论这个面到底如何吧。从视觉上看，叉烧就有点干，瘦肉部分中间都有点起球了，有点我不太喜欢的泡沫，不过不算多，豚人是完全没有泡沫的。你们吃日本拉面，记得把叉烧弄下去热一下，基本所有店的叉烧都是凉的，热一下口感会好一点。不能放现场声音，确实有点奇怪。我不想加音乐，主要放了你们不喜欢的歌，那有的人就直接关掉了。
叉烧不算柴，没有猪骚味，味道很正常，不算难吃。这个笋子有点臭，让我误以为这个汤是臭的，把笋子吃了就不怎么臭了。面条不软烂，算有劲道。这个面就是你们平时吃过类似面条的味道，就是你们看着什么样味道的面条，嚼劲口感就是类似这个味道的。汤汁咋说呢？不难吃也不好吃，跟豚仁配方有点类似，缺点灵魂。我没喝汤就知道什么味道，是因为挂在面上的时候就尝到了。这个汤还有个奇怪的点，我忘记说减盐了，完全不咸，盐度很符合大众的口味。这个汤我感觉不像是科技勾兑的，但不像今天在店里煮的，没啥鲜味，吃完以后嘴巴有点臭臭的感觉。豚仁吃完嘴巴是回着猪骨汤的香气，那个就是新鲜现煮的，感觉这个汤像放过冰箱的感觉。这个面热着的时候还是能吃的，我后面基本吃完了，完全没浪费。我是没搞懂，这能排到大阪第2吗？难道大阪真的是美食荒漠？我都感觉豚仁的配方是跟这个店学的，底味有点像，细节差距挺大的。我都有点想从大阪回上海机票不要了，直接去东京玩几天算了。你们知道大阪有什么好玩的吗？我感觉买衣服的店都没东京多。我先发这个视频的用意是告诉你们，我看日本没滤镜，还是追求客观评论。说回这个面，吃的时候没感觉到不怎么好吃，但是吃完走了，感觉回味不一样。我还有一个没搞懂的点，怎么大阪第1、第2的拉面都是连锁店？第1的那个面条确实很好吃，有没有科技没吃出来。我现在是真的怕连锁店套路太多。我才发现这个店细节很粗糙，碗上的字都快没了。按理说匠人日本不该这样。我观众还是聪明的，说了正确的话。反正这家店我肯定不会来第2次，第一的那个店应该会吃第2次的。我估计我关系的观众肯定会有人吃过这个店，来聊聊感想吧。我今天就不评分了，我也不想评分了，不然确实有点不太友好。